8000万的利润，说好分我1成，你拿5万打发我？1成，8000万的1成是800万，你也不照照你自己，你值不值这800万？5万块拿走，明天继续去矿区给我看石头，敢乱嚼舌根，我让你一家在缅国彻底消失。行，赵金柱，从今天起，我们恩断义绝，没了我给你长眼，你就是个连废料都看不懂的瞎子。这长工，今天我不干了，不干了，哈哈哈哈！笑话，怎么，你还想自己单干不成？对，单干。就凭你，你想干什么？当庄家，让你输得倾家荡产。老板，称重，40-50斤的公斤废料，2000块拿走。兄弟，这老橡皮干的掉渣，纯纯的废砖头，什么都开不出来。不用开底，用袋子装起来就行。山哥，机器我拉来了，真要在这儿切。接电，加水。赵金柱正带着人满城抓你，马上就要杀过来砸场子了。他砸不成了。为啥？他最大的金主，5分钟后得求着来买咱们的料子啊！就凭你这块2000块的废砖头？对，这破石头到底能切出啥？高冰种，春带彩。能长吗？这皮壳虽然老，但莫万界的料子10赌9裂呀！赵老板这次可是下了血本，这石头按标底价就2000万，要是切出来全是裂纹，他得当场破产。今天是三叔赵金柱公司成立整1周年，也是当年他承诺给我整周年分红的日子。老徐，开闸吧。好。涨了，大涨！这是纯种帝王绿，纯种。没有杂质，没有棉絮，成了。按照行规，这种级别的极品帝王绿，光是掏出来的镯子就能卖到2000万一条，加上无数的牌子、界面，这块石头的总价值绝对超过8000万。好，望山，哈哈哈！好小子，你是我赵金柱的福星，大伙儿今天都给个见证，我赵金柱出来混，讲的就是义气2个字。只要看中的石头切涨了，利润我给他分1成。今天这块帝王绿价值8000万，800万的分红，今晚现结。赵老板大气啊！长眼师傅里没见过这么赏的，跟着赵老板有肉吃啊！今天全场我买单，回酒店开香槟。命运的齿轮似乎终于在这个闷热的缅国夏天为我转动。套房的客厅里，赵金柱正跟几个来自江城和亚城的珠宝大鳄高谈阔论，笑声震天。我没有资格上桌，只能像个服务生一样，局促地坐在角落的真皮沙发上等待。直到晚上10点多，那些大老板才带着满身的酒气和满意的笑容离开。套房里终于安静了下来。三叔，客人都送走了。您看，今天刚好是我跟您干满1年的日子。之前您说的那笔看货分红，分红啊！王山，你在缅国也当了1年了，怎么还跟个刚出校门的愣头青一样天真？三叔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当初我们说好的底薪2000，看货涨了分利润的1成。放屁！哼，那是老子看在你是我大哥儿子的份上，哄你玩的一句场面话。你还真敢当真？8000万的1成是800万，你也不对着镜子照照你自己，你全家人的命加起来，值不值这800万？三叔，这块石头是用您的本金买的不假，但这眼力是我的，规矩是您自己定的。规矩？
老子在缅国混了10几年，老子就是规矩。你别忘了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？没有我的本金，没有我的保镖，你就算看出那块石头是金子做的，你也买不起。你就是个替我长眼的长工，一个打工的。赵金柱，看看这道疤。去年9月，林峰帮武装分子砍包抢劫，为了护住你那块5公斤的帝王绿，我用肉身替你挡了劫匪一记开山刀，我在诊所里缝了24针。哼！别跟我扯这些旧账，出来混，谁不挨刀？这5万块钱算我赏你的医药费，拿了钱滚出去，明天继续去矿区给我看石头。要是敢在外面胡说八道坏我的名声，老子有100种方法让你和你那个短命的爹妈在缅国人间蒸发。行，赵金柱，从今天起我们恩断义绝，没了我给你长眼，你就是个连废料都看不懂的瞎子。这长工今天我不干了。不干了？哈哈哈哈！笑话！离了我的本钱，你个穷光蛋，连块原石的皮屑都买不起。怎么，你还想自己单干不成？对，单干。辞职单干，话说的硬气，可是单干拿什么单干？在缅国这个动辄10几万、几十万上下，稍微极品一点的原石就上百万的疯狂市场里，5万块钱连买块好石头的皮屑都不够。但我没有退路，在缅国穷病是唯一一种治不好的病，我必须找到一块能让我翻身的石头。我没有去看那些被切开的明料，那种料子价格透明，没有几十上百万根本拿不下来。我只能在那些连一点缝都没开的全赌料里大海捞针。这就是神仙难断寸玉的最高境界，赌皮壳，赌表现，一刀穷，一刀富，一刀穿麻布。我在市场里转了整整4个小时，眼睛都看花了，却没有找到一块入得了眼的。绝大多数都是用来坑外行游客的公斤料，要么就是人为造假的假皮石头。就在我快要放弃，准备去更偏僻的场口看看时，我的余光突然扫到了一个偏僻角落的摊位。那个摊位很破，摊主是个皮肤黝黑的老缅，正靠在竹椅上打瞌睡。在摊位最不起眼的角落，压着一块大约只有3公斤重、布满灰尘的石头。我只看了一眼，心脏就猛地漏跳了一拍。我立刻蹲下身，强行压制住内心的狂跳，装作漫不经心地拿起那块石头，入手即震。这种压手感说明内部肉质的密度极高，重水绝对有。这是一块正宗老 A 式的黑乌沙。我敏锐地捕捉到了石头中下部有一条大约2指宽、像巨蟒一样盘绕的暗青色纹路。更要命的是，这条蟒带上还布满了极其细微、像松树叶一样的松花。蟒带缠松花，底下必有大高兵。老板，这石头怎么卖？这个老坑的45000块。4万5，正好在我能承受的极限边缘。只要拿下这块石头，切出一个稍微好点的兵种牌子，我就能翻10倍。甚至20倍的本钱。你是赵金柱老板手下的那个长眼师傅周望山？是我。怎么了？走，快滚！这石头我不卖了。老板，你什么意思？我出全款。你出多少钱都不卖。赵三爷昨晚已经往整个角湾市场放了江湖追杀令，他说你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，谁要是敢把带蟒带松花的好料子卖给你周望山，就是断他赵三爷的财路，以后谁也别想从他的矿区进1块原石。你说什么？快滚啊！别连累我全家饿死。封杀，彻底的封杀。空有一身项羽的通天本领，却买不到1块石头。老东西，儿子翅膀硬了，敢跟三爷掀桌子，我还想结工钱，结个屁！阿彪，你干什么？放开我吧！哟，这不是咱们昨天刚辞职的首席项羽师周大老板吗？怎么，去角湾市场转了一圈，买到什么极品地绿没有啊？阿彪，祸不及家人，我跟赵金柱的恩怨是我们俩的事，你动我爸妈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这是三爷的意思。三爷说了，你周望山单方面撕毁合同，给公司造成了巨大的损失。你爸妈这2个老废物的工钱总共3万块，现在全额扣押，用来抵你的违约金。还有，这间宿舍是公司的财产，
限你们3天之内拿着你们的破铜烂铁滚出界市场！你们这是抢劫，这是我们1分1毛攒下来的血汗钱啊！大嫂子，要怪就怪你生了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儿子。周望山，三爷让我带句话给你，他不仅要在角湾市场封杀你，他还要让你在这片土地上连一块能要饭的砖头都捡不到。你们一家3口就等着在缅国的街头饿死吧！这就是我拼了命去效忠的散叔。望山，振作起来！咱们老周家虽然穷，但骨头是硬的。这钱咱们不要了，只要人活着就有希望。那天下午，我带着父母还有刚刚下班赶来的妻子阿香，拖着几个编织袋离开了那个解市场。我们在 C 市贫民窟窿租了一间只有10几平米，一下雨墙壁就渗水的地下室。赵金柱封锁了所有正规市场的货源，我唯一能去的地方就只有那些不讲规矩、只认现金的地下暗室。可是，没有10万块钱的底子，我连入场的资格都没有。望山，阿香，你这是？我打听过了，这只镯子是老金，去当铺能当个2万块钱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那可是你妈留给你的嫁妆，这是你的保命钱，我不能动。我是你老婆，你被赵金柱那个逼成这样，如果你不甘心，我就陪你赌这一把，大不了输了，我们一起回国种地。这是？妈知道你有本事，这里有2万块积蓄，先给你做周转启动资金。咱们不求一夜暴富，只盼你能凭真本事做生意。望山，去吧，用你的实力把钱挣回来，闯出一条正道。这盘生死局才刚刚开始。皮壳很老，翻砂均匀，切口处隐隐泛着一抹诱人的紫罗兰色。老板，这块春带彩的料子多少钱？老板好眼力，瑞纳敞口的老料，底子干净的很。你要是诚心拿，15万。15万。小崽子，光靠叹气可是挨不出帝王绿的。李叔，老李，缅国华侨，在 A 市矿区摸爬滚打了40多年的传奇解释师傅，在这片乱象丛生的土地上，老李是少数几个凭手艺赢得了黑白2道尊重的泰斗级人。我当年刚入行时，看网贷变松花的底子，全是他手把手教的。走，叔今天带你去个赵金鳌的手伸不出来的地方。这里不问来路，不查身份，3教9流混杂，这是连赵金柱那种地头蛇都不敢轻易插手的法外之地。跟紧我，千万别乱看别人的石头，也别乱问价。公斤料摊子在翡翠行当里，原石分为全赌料、半赌料和公斤料，前2者都是经过矿场层层筛选，表现出极大概率有翡翠的石头，论块卖，而公斤料则是被所有行家挑剩下，断定绝不可能出绿的废石，俗称砖头料。你手里只有4万块，想买能一刀暴富的料子，只有在这里找。别人当废料，但你周望山有一双神仙眼，就看你能不能在这一堆狗屎里刨出金子。1块、10块、100块，没有，全都是白板。这种压手感，你看这皮壳叫老橡皮，本来是容易出高冰的，但这块的皮壳太干了，一点油性都没有，这说明里面的水头已经干死了，纯正的砖头料。此时此刻，我的心脏正在狂跳，因为我发现了一小片黑灰色的痕迹。在别人眼里，那是一块死绝了的枯血。翡翠行里有句老话：“血吃绿，绿随现。”血是翡翠原石表皮的一种黑色印记。如果是死血，就代表里面的玉肉全被这股黑色吃汤了，成了废石。但如果是活血，并且呈现出环绕石头一圈的蟒带形态，那就是翡翠界最极致的诱惑。枯木逢春，狗屎地里出高绿。这破石头长得挺大，拿回去当个茶几底座还行。老板，怎么称？公斤料80块钱1公斤，这块算你25公斤，2000块，拿走。2000？老板，你当我是水鱼啊？1500，爱要不要，不买滚蛋。行，2000就2000，
全当买个教训。石头有了，但你拿什么切？这种老怕杆的黑乌沙，皮壳硬得像铁一样，普通的小洛伦根本切不动。现在索温所有的解石厂都被赵金鳌打过招呼，谁敢借机器给你？阿龙，是我，现在说话方便吗？山哥，你快跑吧！赵老板今天发大火了，正派人满眼光找你呢。找我？他不是已经封杀我了吗？还找我干什么？顾总急需一批镇店级别的玻璃种原石，他在公盘上把赵老板痛骂了一顿，说他现在拿出来的石头全是垃圾。顾总发话了，必须让你周望山来长眼，否则直接取消跟赵老板的所有合作。赵金柱，你在资本面前，到底也只是条摇尾巴的狗。阿龙，我不跑，我要翻盘。你现在能搞到一台水切机吗？不用太大，能切50斤的料子就行。我搞到了一块石头。阿龙，你若是还认我这个兄弟，就带着机器来贫民窟找我。赵金柱扣你1半工钱，把你当狗使唤，你打算给他当一辈子狗吗？好，山哥，你等着我，我把后院那台报废的柴油机改一下，半小时后到。李叔，你有办法拖住他？交给我吧，我这就去角湾附近的地下赌场转一圈，抛点烟雾弹，只要让他觉得你已经彻底废了，你就有时间切开这块石头。山哥，山哥，你就让我切这块石头？这是公斤料啊，死碱，老橡皮干裂，这不仅是砖头料，简直是连修路都嫌硌脚的狗屎底啊！山哥，你那双神仙眼呢？怎么买了这么个玩意儿？阿龙，你信我吗？我娘的命是你救的，我信。大不了就是切出一堆白石头，我也陪你一起。老板，打听到了，找到周望山那个白眼狼了？没找到他的人，但我碰见老李那个老东西了。老李在地下酒厂喝多了，在那儿骂周望山呢，说是周望山受不了刺激，拿着钱财肆意挥霍，结果一晚上的时间，把借来的钱连带他老婆的嫁妆输了个精光。哈哈哈哈哈！我就说嘛，一个穷光蛋离了我赵金柱，他连个屁都不是。想单干，想翻盘，去他娘的吧！那老板，顾总那边怕什么？缅国好眼睛多的是，随便找个老师傅顶上。周望山既然已经成了废人一个，那就不用管他了，让他自生自灭吧。走，跟我去西区贫民窟。那周望山躲着不出来，我就去把他爹妈住的房子给推了。我看他能缩头乌龟到什么时候。阿龙，顺着这条窟室的边缘往下压1公分，切一道盖子出来。山哥，认知了啊，切！哟，我当是谁在这大半夜的轰隆隆作响呢？原来是我们大名鼎鼎的首席相玉师周望山啊！阿龙，你胆子肥了，敢吃里扒外帮周望山干活？三叔，你不在夜总会里快活，跑这臭水沟里干什么？哈哈哈哈哈！我来看看一条丧家之犬是怎么在泥地里打滚的啊！听说你把老婆的嫁妆都输光了，怎么现在穷疯了？去废石堆里捡了块修茅坑的电神石头，想靠这个翻身？哎呦喂，老板，这是纯正的公斤料啊，死线，皮干的都能掉渣了。周望山，这玩意儿白送给我，我都嫌擦屁股硌人。赵金柱，你信不信？就这块你看不起的废石，今天能切出你这辈子都求不到的极品。哈哈哈哈哈！周望山，我看你真的是疯了。我今天哪儿也不去了，我就坐在这儿看你切。你要是能从这块破砖头里切出一丁点绿来，我赵金柱当场把它吃下去。老板，
要是切垮了呢？切垮了我就砸烂你的机器，让你们俩彻底滚出锁温室，一辈子别想再碰石头。阿龙，通电，开水阀，给我狠狠的切下去。切完了，快看看这狗屎里藏着什么宝贝！周望山，别装神弄鬼了，掀开吧，让我看看你是怎么死的。春带彩，而且起强荧光了，底子干净的连一根棉线都没有。这是高冰种的春带彩啊！在翡翠界有句话叫“十春九木”，意思是紫罗兰色的翡翠通常种水都很差，像木头一样干涩，偶尔遇到水头好的，颜色又会很淡，俗称见光死。但眼前这一块，紫的发妖，绿的滴油，更致命的是，这块重达40-50斤的料子，切面平整如镜，竟然没有一条裂纹。三叔。你刚才说，如果这块修茅坑的垫脚石能切出一丁点绿，你就当场把它吃下去。现在这春带彩的鱼肉这么多，你那口好牙啃得动吗？假的，这绝对是造假！周望山，你敢用假石头糊弄我？阿彪，给我把这块石头没收了，带回厂里去验。这哪里是验明正身，这分明是要明抢！这么大一块高冰种春带彩，哪怕只掏手镯，也能掏出几十条，市价起码2-3千万打底。在这三不管的贫民窟里直接抢走，谁又能拿他赵金柱怎么样？兄弟们，动手！这小子敢在咱们的地盘上弄虚作假，把石头搬走！谁敢动？我看谁敢动！阿龙，你胆子肥了，连老板的话都不听了，给我打！我算到了这块石头会大涨，但我低估了赵金柱在巨大利益面前的毫无底线。慢着！哎呦，赵董，您怎么到这种又脏又臭的贫民窟来了？您也不提前打个招呼，我好派车去索温大酒店接您啊。赵董，在整个华人珠宝圈，能让赵金柱这条地头蛇像哈巴狗一样摇尾乞怜的，只有一个姓赵的，京城第一大珠宝巨头，国内翡翠零售业占了半句庄山的顶级大鳄赵天成，赵大老板。我听说这边有人大半夜在开重型水切机，闲来无事就过来凑个热闹。他身后的两个老头立刻走上前，我认识他们，那是赵天成高薪聘请的御用长眼师傅，在圈子里都是泰斗级的人物。两个老师傅掏出强光手电，趴在那块春带彩的切面上，仔仔细细的打灯，看水看裂。不到1分钟，两个老师傅倒吸了一口凉气，对视了一眼，同时转头看向赵天成，重重的点了点头。恭喜赵董，是极品，老瓦干的黑乌纱，枯选生绿，紫气化底，无裂，大涨，超级大涨。这块石头，你的？是。我不卑不亢地迎上他的目光。赵天成微微皱了皱眉，作为一个纵横商海几十年的老狐狸，他看我的眼神里没有那种对人才的欣赏，反而带着一丝淡淡的高高在上。在他看来，我这样身处贫民窟，穿着破烂的穷小子，能切出这种绝世珍宝，绝对不可能是靠眼力和技术，纯粹就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。刚才有人说这石头是假的？不，赵董，您听错了，我那是跟这小兄弟开玩笑的。这块料子我看上了，市场价掏不出这么多好料的手镯，我给你翻倍，3000万现金转账，卖不卖？3000万！几十分钟前，我怀里揣着是凑来的9万块钱，而现在3000万，卖！赢了！我周望山终于在黑暗的烂泥潭里亲手抠出了一条通天的金龙。这是赵董的备用联系方式。不过小伙子，年轻人踩了狗屎运有了点钱，最好赶紧回国买套房安分守己。缅国的水不是你这种散户能趟的。说完，劳斯莱斯扬长而去。
他连我的名字都没问。显然，在他这种大鳄眼里，我这种靠运气暴富的穷酸小子根本不配跟他产生任何交集。但我不在乎。赵老板，劳驾让让，你踩着我的切石机了。周望山，你别得意的太早。你以为有了几千万你就能跟我斗了？在这瓦干矿区，老子捏死你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是吗？那我等着。阿龙，送客。滚！你给我等着！申哥，申哥，你别吓我啊！阿龙，把你的银行卡号给我啊！干什么？您的尾号7829号账户抗行转入300万元。300万？申哥，你疯了！我就是帮你推了个机器，切了一刀，我不能要这么多啊！拿着，没有你这台机器，没有你刚才挡在我面前，这块石头已经被赵金柱抢走了。这300万是你应得的1/10，拿去给你老娘买最好的补品，在老家县城买套大房子。山哥，我阿龙这条命以后就是你的了，你指哪儿我打哪儿，就算是刀山火海，我眉头都不皱一下。行了，把眼泪擦干，带着钱快回去吧，别让大娘等急了。明天带她去城里看套好房子。王山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没睡？是不是赵金珠又难为你了？那几万块钱没了就没了，你千万别做傻事儿，你安全回来就好。阿香，明天你立刻订机票带咱爸咱妈回国。回国后，你去市中心那家最好的翠玉轩专卖店，把最贵的那套玻璃种帝王绿的首饰买下来。你说什么胡话呢？老婆，你放心，我没疯，我转了1000万到咱家的账户上了。带爸回国后，直接转到省城最好的骨科医院 VIP 病房，用最好的进口药。然后你去买你喜欢的任何东西。第一步走得很漂亮，有了这笔钱，你有了上赌桌的资格，但这只是开始。是的，这只是开始。赵金柱欠我的，欠那些矿工兄弟的，我要连本带利全部拿回来。3000万！那一个穷光蛋在老子眼皮子底下赚了3000万！喂，顾总啊，您还没休息？赵金柱，我不想听废话，马上就是集团20周年庆，我点名要的那批做镇店之宝的玻璃种高货，你到底备齐了没有？你不是说把那个切出帝王绿的周望山找回来长眼吗？人呢？顾总，您放心，周望山那个白眼狼吃里扒外，已经被我赶走了。但我给您请了一位更厉害的高人，是从美国回来的地质学博士，专门研究玉石拓肾的。明天就是仰望公盘，我一定给您切出最顶级的玻璃种。好，我最后给你3天时间，如果拿不出让我满意的东西，你垄断的那些康口，翠玉轩1分钱都不会再收。老板，那个周望山现在有了钱，万一他也去公盘抢料子，他敢？陈博士，明天公盘全靠你了。赵老板 ，relax。翡翠这种东西，说到底就是离3国矿物，那些土包子靠手电筒和什么看蟒带的玄学，全都是瞎蒙。我的团队带来了最新型的超声波探阵仪和便携式 X 光机，在科学面前，石头里有什么一目了然。好，我要在明天的公盘上，当着所有人的面切出一块绝世好料。我要让周望山那个废物知道，跟我赵金柱作对，只有死路一条。
我换上了一身干净利落的夹克，和老李并肩走进了会场。会场中央人声鼎沸，今天公盘的标王是一块重达200公斤的木讷长口半明料。这块料子被放置在防弹玻璃罩里，这就是传说中的高冰苹果绿。一旦切满，能掏出上百只极品手镯，底价就飙到了惊人的3000万。让开，都让开！陈博士，您看看这块料子。哼。他们没有用手电筒，而是拿出了如同医院做 B 超一样的探头，贴在了石头开窗的地方，看着旁边一台显示器上的复杂波纹。赵老板，超声波回放极其完美，这块石头内部的晶体结构非常致密，密度完全符合高冰种的特征。更重要的是 ，X 光透视显示，在深度20公分内没有任何大裂。我可以用我的博士学位担保，这块石头满绿无裂，大涨。周望山，看到了吗？这才叫专业，这才叫科学。你昨天踩狗屎运赚的那点碎银子，在老子面前连个屁都不算。今天我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真正的绝世好料。哼，我出6000万。别看了，李叔，怎么了？那料子我看窗口表现确实完美。王山啊，你知不知道缅国最大的造假集团有一种失传了10年的手艺，叫天衣无缝？什么？这块料子除了那几个开出来的窗口是用真翡翠贴上去的之外，里面的皮壳下全是被掏空后注入的高密度铅块和环氧酯。为了对付他们那种探针仪器，造假的人甚至精准计算了铅块和树脂的混合密度，让超声波的回馈看起来和翡翠一模一样。由他去买一块注满铅的废石头。赵金柱马上就要下地狱了。6000万一次，6000万2次，还有没有更高的？既然要让他下地狱，光看他赔钱还不够，得踩着他的脑袋，把我的名号彻底打响。这是玻璃种天空蓝，慢着！周望山，你个穷鬼叫什么叫？怎么看老子要发大财，眼红了？这块料子我要了。既然赵老板今天这么威风，敢不敢现场把这2块石头一块切了，让大家伙开开眼，看看是你的科学厉害，还是我的眼力更硬？这不是去年就流拍的那块烂网纹吗？怎么今年还有人主动要买的？好，今天老子就成全你，让全缅国的同行都看看你是个什么货色。来人，上切片机，我要当场解释。赵总，您来的正好，您瞧瞧，这小子非要用一块废料跟我的标王叫板，简直是不自量力。哼，黑须办大猎，这石头连切的必要都没有，简直是胡闹。开机。开了，肯定是暴涨！怎么会这样？假的，居然是天衣无缝的造假手段！200公斤的标王里面全是铅块和胶水儿，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超声波明明没问题，这不科学！别急着哭啊，赵老板，该看我这边了。天空蓝还是玻璃种，这起码能掏出3对顶级手镯，起步大几千万啊！周先生，这块天空蓝我们赵氏集团出价4000万。另外，不知道周先生有没有兴趣和我们赵氏集团签个长约，以后你在缅国看中的料子，资金我全包了。合作愉快，赵总。老张，你这都在这等了3个小时了，周总还没见你。没办法呀，现在整个所闻60%的高冰种货源都在周望山手里，又有京城赵董给他兜底，别说3个小时，就是等1天，咱们也得排着呀。
山哥，赵金柱彻底完了，国内崔宇轩起诉了他，2000万的违约金直接把他的账户全冻结了。他为了填这边的黑帮借贷窟窿，连国内的别墅股都贱卖了，甚至连原配的养老钱都抠了出来，结果连9出13回的利息都没够上。咪咪，快点，我打听过了，那些放贷的黑帮明早就要来收房子了。急什么？那老东西最后用来保命的几块极品都在这儿了，拿完我们就走。完了，全完了。赵金柱，时间到了，钱呢？龙哥，能不能再宽限我几天？我一定……少废话，没钱，来人把他扔出去！赵大老板，你也有今天呀！哈哈哈哈哈！望山，医生说咱爸的病已经彻底痊愈了，今天就能办理出院了。好，辛苦你了，老婆。等处理完这边最后的一批料子，我就回家。山哥，赵金柱来了，就在咱公司大门口，保安赶都赶不走，说死也要见你一面。我要见周总，求求你们！让他进来吧。望山，我的好大侄子，三叔错了。三叔以前真不是个人，我不该扣你的工钱，更不该在你爸等救命钱的时候把你赶走，我该死啊！别脏了我的地毯，有屁快放。望山，三叔倾家荡产了，交不出50万美金利息，就要被大卸8块喂鳄鱼啊！这是老瓦干绝密老料，绝对出高冰。你现在是缅国的翡翠王，段三叔求你了，念在咱们是一家人的份上，你拉三叔最后一把吧。一家人？半年前我爸等着4万块钱救命，我跪在你的别墅外给你磕头，求你预支我的血汗钱。你当时是怎么说的？你记不记得？你说就算把钱拿去喂狗，也不会给我这个废物。在缅国没钱没势，就连一条狗都不如。望山，我那是喝醉了，我糊涂啊！不，你没糊涂，你说的很对。这块石头皮壳松散如纱，蟒带是用酸蚀过后人工画上去的。这是一块彻头彻尾的公金料，废石。不可能！这是我当年花重金。阿龙，把他扔出去。告诉索温所有的安保和同行，从今天起，谁要是敢让这条老狗靠近我公司半步，就是跟我周望山过不去。是，山哥。周望山，你这个没良心的，你不得好死！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我以为我和赵金柱的恩怨到这里就彻底结束了，但我还是低估了命运的残忍。赵总，山哥，刚接到消息，赵小宝被扣在凌风帮的地下暗室。赵小宝，那是赵金柱唯一的独生子，这小子从小娇生惯养，肩不能扛，手不能提的。赵金柱出事后，他偷偷跑回缅国，想干什么？怎么回事？那小王八蛋跑去桑昆控制的地下市场赌石，想替他爹翻本。他带了一个造假的团队，想用一块做了假皮的石头去调包桑昆厂子里的一块极品紫罗兰，结果当场被桑昆的手下抓住了。桑昆放了话，过了今晚12点就要撕票。赵金柱呢？他现在正站在索温南边那栋废弃烂尾楼的楼顶上。赵金柱没有底线，但我周望山不是。出门在外，打断骨头连着筋，咱们老周家的人得互相有个照应。阿龙，叫上安保队1队，全副武装，去金库提100万美金现金。是，山哥。时间到了！不要啊！求求你们！我爸是赵金柱，他会拿钱来赎我的。你爸现在也自身难保，动手！
谁敢在我的地盘撒野？我当是谁？原来是最近在索温风头无两的翡翠王周总。怎么，周总现在的盘子做得这么大，连我凌风帮的闲事也要管了？桑昆将军，规矩我懂。100万美金，不连号的旧钞。100万美金，即使对于一个军阀来说，也绝对是一笔无法拒绝的巨款。哼，周总，你挺大方啊。桑昆，我今天带着钱来是想交个朋友，你拿钱，我带人走。以后你的货只要成色好，我周望山敞开了收，大家一起发财。但如果你今天非要驳我这个面子，我保证从明天起，你凌风帮的货一刻都流不进国内市场，赵天成赵董也会倾尽全力断了你的资金链，大不了鱼死网破。哈哈哈哈！好，有种！早就听说周总是个狠角色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对仇人还能留一条血脉底线，冲你这份格局，这人你带走。以后在缅国，你周总就是我桑昆的朋友。停一下。山哥，要不要我去跟工头打个招呼，给他安排个轻松点的活？不用了，一刀天堂，一刀地狱，赵金珠他自己选的路，就算是在泥里，他也得自己跪着走完。开车回索温。